邢警官，我哥他从小就老实，小时候因为他我没少跟人打架，麻烦您给多关照一下。这你放心吧，啊。亮，那个，你俩结婚用的礼花弹跟炮竹，我都给你们订好了。是我一哥们的小舅子，他的电话在我的手机里，别忘了打给他们，啊。行，走吧，啊。赵一阳，你别担心，我是来给你讲理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个陈教授啊，刚才给我上了一课啊，他确定你们那个责任认定是错误的。你看啊，还给我标注了，看见了吗？啊，标注了，回去啊，好好让我闺女学学。你们要一天不修改责任，我们就一天给你们告到底。阿姨啊，您告不告是您的权利，我们认定没有错，我们就坚决不能改。陈教授已经给我说了，他已经上书你们的总队法制处，指出你们的错误，让上级领导纠正你们。哼，你等着瞧吧啊！要不是你包庇他们，他们敢徇私枉法？我徇私枉法？阿姨，我已经给你解释过很多次了，我们没有徇私枉法。如果我们责任定错了，上级提出来，我们一定改。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们没有徇私枉法，你还在这纠缠不休，你这人是不是太轴了一点呢？我就是一轴人，怎么着了？我跟你说啊，从今以后我要听陈教授的，我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。以后啊，我就天天来你这上班，天天上你们学习，向你们学法，用法来维护我的权利。事故发生的时间是22点15分，事故地点在城乡结合部的朝阳东路2300米处。方平驾驶着一辆货车由南向北的行驶过程中，对面驶过来一辆小货，将正常行驶的骑车人杨大伟给撞倒了，车的右前轮将其碾压致死。所以说，从这些上看来啊，这起事故认定非常明显，从现场的勘查、现场的照片，还有当事人的口供完全一致。所以说，从这些材料上可以看出来，这起事故，方平要负全部责任。其他人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这起案子呢，基本的事实和证据我看都有，我觉得可以定案。好，大家已经报上来吧。来坐。那杨大伟出行的目的你问了吗？问了，这上面不是写着呢吗？那他从朋友家几点钟出来的？他几点钟去上的班？这些你都问了吗？不是，这还有必要问吗？他妻子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？他那天从朋友家出来，然后还给他妻子发了一个短信，事故发生是在他上班路上，这不都很明白了吗？不用问了。很有必要再问一遍。黄家，每一起事故双方的出行目的、出行时间、出行线路，凡是涉及与事故有关的一切，咱们都要问，懂吗？好吧，跟齐晨再去调查清楚了。哎呀！
他就是去了一趟朋友家。临走我还嘱咐他，千万别误了上班。他这人平时很守时的，从来不迟到。杨大伟从他朋友家几点走的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他从他朋友家出来，还给我发了一个短信呢。这个短信现在有吗？我能看看吗？临走就给我留下这么一句话。他走的时候是8点55。你敢肯定吗？肯定。他走时离新闻重播还差几分钟，当时正播着广告呢。我送他出门的时候回来，正好是新闻重播开始。他说平时都是提前10分钟接班，昨天还能提前点，所以我也没有拦着他。临走时，他给他家那口子发了个短信。赵哥，杨大伟每天是上夜班，10点钟接班，10天一轮换。事发当天，他应该是10点钟去接班。我们走访了他们单位，他们主任说，杨大伟这个人特别自觉，特别守时，从来不迟到。案发时间是几点啊？我们第一次接到报警电话的时间是22点17分，所以说事故发生的时间应该是22点15分。因为方平说他下车看了一眼，马上就报警了。杨大伟是10点钟接班，按他平常的习惯，他会提前10分钟就到。我们初步算了一下，从他朋友家到仓库，开车大概是13公里。以他电动车的行驶速度，最多也就40分钟。方平是8点钟到仓库去装货，8点45出发的。到事故发生现场，以他的那个车的速度，最多用不了1个小时。那杨大伟也是8点45出发的，到事发现场应该是9点35分，这里面差了30到40分钟。这个案子我们还得继续查。还查？我觉得这个根本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方平驾车躲闪，闯入非机动车道，将正常行驶的杨大伟碾压致死。这才是事实的关键呀！你懂什么呀？赵科长说的对，我们处理事故就要认真细致。他们2个人说话就差了40分钟，这40分钟他们干什么呢？我们必须得查清楚。行，你俩说，你们2个让我怎么查，我就怎么查，行吗？你呀，你现在脑袋都是空的。咱们必须算出杨大伟从朋友家到事发现场的大概时间，才能算得出来事故发生的精确时间。这不浪费时间吗？这有什么用啊？哎，这怎么能是浪费时间呢？大家，这样，你呀，骑一辆电动车，从杨大伟的朋友家开到事发现场，看看要多长时间。我让老尹呢开那个肇事车从仓库到事发现场，再慢速的走一遍，这样算出双方的时间。咱们一定要查出来这40分钟到底差在哪儿。走嘞！怎么样5分59秒。动手了，动手吧！哎，动手！哎呦，动手！过来！我跟你讲啊，我是开足了马力骑过来的。你赶紧穿上。哎呀，你赶紧先回家吧，我自己去就行。没事，我跟你一起。哎呀，不用了。我不急着回家。米勒同志，你听不听师哥的？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赶紧回家洗个澡睡觉，我自己去检查这个。潘强，
我现在去给你买点宵夜啊，一会儿就回来啊。那也行吧，你赶紧去吧。嘿，你先进去吧，拜拜。赵哥，确实有问题，太有问题了。计算这个杨大伟的出勤时间太有意义了。这个杨大伟，就算他骑得再慢，半个小时左右也能到达事故现场。你看看你啊，非得挨着冻感了冒了，你才能学机灵点。我算了一下啊，从仓库到事故现场，按方平的行驶速度，50分钟到1个小时肯定到了。我去仓库也调查了一下，那辆车当天是8点45分走的，开得再慢，9点45肯定到了。可是他报警的时间是10点17分，中间相差了37分钟。所以，这中间相差的时间，就得方平告诉我们。再是方平，这活我来吧。导演啊，你就算了吧。那吴主任又追着我要执法记录的事儿了，你赶紧去好好找找。你这个要是找不着的话，这说不清楚，这事可就大了。我带他去吧。行，你俩一起去。方平，你从库房取完货出来之后是几点？9点多钟吧，具体时间我没记。方平，你平时从库房到送货地点需要多长时间？我没算过这个时间。这车平时是你开吗？啊，就我一个人开。那行驶速度你应该记得清楚吧？记得清，没敢开快，也就40、50公里的速度。方平，我们都查过了，你从库房出来的时间是8点45分，按照你说的行驶速度，9点半左右你就应该到事故现场了。可是你是10点17分才报的警，这中间时间差的未免太大了吧？警察同志，我忘了说了，我那个车走到半道，轮胎瘪了，我下来换胎来着。你看我这倒霉催的，轮胎要不换，我也碰不上这事儿。换的哪个胎啊？左后轮胎。想什么想啊？自己换哪个胎不知道啊？您不知道，有些人不分东南西北，我这人不分左右。您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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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进吗？请进来，能，行，可以。谢谢。这换鞋吗？哟，不用。警官来了，来，快，来，坐，谢谢啊。哎，来，你喝点水。哎，谢谢您啊，谢谢。来，行，不用麻烦了。二位警官来了，有事儿啊？过来看看，顺便跟您核实一下情况。你有驾照吗？驾照没有驾照。你们家的生意平时都是谁在打理啊？平时都是我们爷仨。那个货车平时都谁开啊？平时都是老二开，这不是老二要结婚了吗？那个老大开，要不是老大手生，就不会出这种事儿了。你看，真对不起人家。阿姨啊，出事那天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哦，啊，不，就是出事那天是那个方明打过电话来了，后来我才知道的。老方，这个车你平时开过吗？没有，咱没本不能乱开。
那个，你儿子方亮在不在？这不是要结婚了吗？出去忙了。行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，先回去了。好嘞，再坐会儿吧。不用了。哎，那个警官，那个我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。现在不是准备给那个方平买房子吗？买房子呢需要实名制。那个您给我带个话，问问他。那个咱现在就这样，用他弟的名字买行不行？行，我们一定带到。好，谢谢啊，告辞了。好嘞，二位警官慢走啊。好嘞。行，不用送了。好，慢走啊，慢走。好嘞。唐家，这车没有备胎啊？没备胎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他要没备胎，他怎么敢上路呢？他真坏在路上，真没办法走。你仔细再想一想，你到底有没有那个执法记录啊？不是，就这事儿，咱们说了多少遍了？我确实开了嘛。那你开了，他怎么就没有呢？我不是上传了吗？不是，现在问题是你上传到哪儿去了呀你？周阳，你不能跟那王优美一个鼻孔出气吧？你也怀疑我呀？现在不是我怀疑你，是那个王优美跟那个陈教授，还有那个戏网办的吴主任，他们3个人在怀疑你。啊，我承认，这里面也有我，也有咱们事故科，可我也为了咱们事故科的荣誉啊，我必须得找到那个执法记录。我怎么找到？我上传在机器里，你到机器要去？你到机器要去？我告诉你，尹志强，如果你拿不出来那个执法记录，我就给你一个行政告诉。赵大科长，你这平时师傅长师傅短的，现在当了科长了，检阅刑了是吧？要跟你师傅耍耍威风了是吧？可以啊，行，你告诫吧，师傅可以给你当这个上马师，师傅愿意你踩着师傅的脑袋往上爬。赵科，你看看，备胎架子上都是锈，不像放过备胎的。即使从上面取下备胎，也应该有划痕啊。这很明显，根本没动过。方平说他换的是左后轮胎，可是我看了一下，他没有新油套管的痕迹啊。而且咱们在勘察现场的时候，我也没看见现场有备胎啊，所以这个方平他肯定有问题。我看，咱们先提审方平，把换备胎的事儿让他给说清楚了。黄家，把方平带到停车场去。好。下车。给他检查吧。方平，你换的哪个轮胎啊？大声点，听不见。左后胎。这样，再给我们换一遍。快点，快点！快点啊！
找什么呢？龚玉香，甭找了，你现在啊就给我把备胎拿出来就行了。备胎。王家，给他带过去。好嘞。来，走。警察，打印一份他当天的通话记录。好。事发当天，方平一共有3次通话记录。第一次通话记录是2点27分，是他父亲方保忠打给他的，通话时间是5分钟39秒。第二次通话是21点34分零30秒，也是他父亲方保忠打过来的，通话时间是8分39秒。第三次通话是22点17分20秒，是他打给122报警电话的。凭我的直觉，方平和方保忠都有问题。为什么怀疑方平不是肇事司机啊？有2个疑点。你们看，他说他换过轮胎，这换过轮胎的手应该是脏的，这用纸根本就擦不干净。你看他签字的笔录，这比他脸还干净呢。还有，他说他救人了，那死者满身都是血，这又拉又拽的，他的手上怎么可能一点血迹都没有呢？没有备胎，没有换胎的痕迹，所以你就让他再来一次，就可以证明他根本就没有换过备胎，也就可以证明他不是肇事司机。那就是说，肇事司机另有其人。把报纸请过来。那辆车平时都是方平开吗？方平开的很少，都是他弟弟方亮开。那天方亮为什么没开啊？是这样，方平的弟弟方亮下个礼拜就要结婚了，现在正在布置新房，所以呢，现在都是方平开。事发的当天晚上9点钟左右，你给方平打了电话，能告诉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吗？说什么？方平呢，平常很少出去，因为那天就特别晚了，所以呢，就是告诉他注意点安全。还有，因为我跟他妈妈不放心，让他慢点开。我还安慰他说，过几天他弟弟就要结婚了，再过几天呢，我给他买房，让他别着急，等他个1年半载的，挑一个好日子，把他们的婚礼给办了。电话就说这些吗？没说过别的事儿吗？没有，就是这些。你什么时候知道方平出事的？知道方平出事是你们给我打的电话。赵科长，您看该怎么赔？我们这车呢也有保险，老这么拖着，赶紧把它赔了，好让那个死者呢早点入土为安。这样呢，我们心里边很不落忍。方平的对象是做什么的？方平的对象是在一家小超市当服务员，他名字叫蓝小倩。法制处认为，我们的事故认定和条例的适用都没有错。陈志忠教授提出来的理由好像不成立。您看这儿写的很清楚啊，因为条例第52条规定是交叉路口，而不仅是十字交叉路口。所谓交叉路口，就其内涵来讲，是指几个方面有不同道路之间的有相交点；就其外延来讲，则不论具体相交地点
交织形态如何，比如十字交叉路口、T 字形交叉路口，还有这个不规则的吧等等，这些都属于这个交叉路口的范围。所以就于此案来讲，丁字路口就是交叉路口，符合条例的第52条规定。所以我没有错。我们之前就是这个意见，没问题。啊，这说明我们对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实施条例的理解还是过硬的。这样吧，你们跟陈教授好好的谈一谈，把详细情况给他介绍清楚。我相信陈教授还是通情达理的，会把法律放在第一位。如果陈教授能想通了，那网友们就少了主心骨，我看这事儿也就差不多了。小赵，你们现在的执法记录还没给我呢，怎么就差不多了？我看还差得远呢。陈教授，您看总队的解释，您还有什么意见吗？先前我坚持的是，交叉路口不包含丁字路口。再说，村东的公路属于村级公路，所以说，我认为这个案子不适用于第52条的规定。可是现在你们提供的新依据已经推翻了我的说法，你们让我想想吧。好。梁小倩，方平跟你什么关系？方平，他是我男朋友。他出事的当天，你们俩在一起吗？没在一起。他那天出车了，要不他还出不了事儿呢。大姐，你也别太伤心了，方平也就进去几年，一眨眼就过去了。方平他可是个好人，你一定要等他出来啊！师傅，你说那个方保忠他没本，方亮他有，我怀疑是不是方亮开的呀？然后叫老大出来顶缸。你呀，还是缺练。你想啊，方平是方保忠的儿子吧？方亮呢，也是他儿子。这俩儿子他舍哪个呀？换一下没意义，手心手背全是肉啊！哎，那还能是谁开的呀？动脑子啊！你想，肇事地点那么偏，又没什么人，他二儿子要结婚，这车祸他再值钱，他也不让他儿子去啊，这明显是不让咱们上手。所以啊，肯定是他爹无照驾驶，他儿子顶缸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要不说您怎么是赵科的师傅呢？我们又去找过蓝小倩，她还是什么都不说，就是一个劲儿的哭，给我感觉她不是因为方平被抓而哭，她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啊。他肯定知情。那天我在房间问张兰，说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，张兰当时支支吾吾的。后来是方保忠情急之下说的，说是方平当时给家里打了电话，可是，在案发的时候，方平根本就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，而是在21点31分的时候给方保忠打了电话，通话时间8分钟，疑似我们推算的案发的时间。根据现有的证据，我们可以认定，方平不是肇事者，真正的肇事者另有其人。赵科，哎呀，我刚才和师傅分析了半天，种种迹象表明，这个方保忠有重大嫌疑。大爷，你带着庞家再去审方平，根据我们之前的证据，带着问题去问他，直接点他。好。方平，我们知道啊，你想替人顶罪，所以咱也别绕弯子。到底谁开的？你们就别问了，这车就是我开的。你开的，你都不知道备胎放在哪儿，你怎么开的呀？再说了啊，你这发案时间和报案时间它对不上号啊，
中间差这40多分钟，我们查了啊，只有你爸给你打的电话。那谁叫你顶缸，我们心里不明白啊。我告诉你啊，别救不了你爸，把你自己搭进去。不是我爸，这车真是我开的。你啊，你爸打进来那个电话，说了多长时间，说的什么，这你并不清楚。可是你想一想，你接了电话之后到现场顶罪，用了多长时间走那条道，我们不查呀。我刚才说了啊，别救不了你爸，给你自己弄一包庇罪。真不是我爸，这车真是我开的。啊，对了，方平，你爸说让我们给你带个信儿，说家不是要给你买那个新房子吗？说现在要实名制，然后你现在又回不去，就问你用你弟弟的名字行不行？那你告诉我爸，那房子用谁的名都行。哦，还有一个事儿，我弟弟那个新房还有新家具，再环保也有味儿，对身体不好。麻烦你告诉他们，让他们多开开窗，透透气儿。坐吧。哎，陈教授，是不是他们同意修改责任认定书了？今天我了解到一些新情况，这些新情况对这个案子的辩护非常不利。这个官司不能再这样稀里糊涂的打下去了。这为什么不打了？这凭什么不打了？今天他们宋科长让我看了省里总队的一份文件，明确指出，他们交通队的责任认定书在适用法律条文方面没有任何错误。我也仔细看了条例第52条的解释，所有的交叉路口都适用52条，所以我抓的丁字路口不适合52条是不对的。那个什么尹志强，他接那个寻死电话的事儿，他们怎么解释啊？就算是尹志强接了蒋晴的电话，可是他们的责任认定书在适用法律条文方面没有错误啊，这只能说明他们办案程序有点问题，可是不能说明我们能把案子翻过来打赢官司啊。再说，既然确定这个官司打不赢了，那上访的案子就应该撤了。上访对于这个案子没有任何帮助，我们还是想想办法，怎么在法庭上为林建宇争取宽大处理，争取判缓刑，甚至不判刑。你这什么免费的律师啊？我看你根本和他们是一伙的，我才不上你的当呢！孩子，方平给换了，用他的名字买不了房，得用他弟弟名字买。凭什么呀？当时答应好的事儿，只要方平顶替，就给我们买房子。当时要是没说清楚，我能让他去吗？你跟方平这么长时间了啊，凭你对他的了解，你们这辈子上能混得上房吗？啊，他能干成什么呀？就他现在个临时工，还是我托人让他去的呢？就那一壶醋钱啊，他能干成什么？他不是傻吗？您说什么就听什么，您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谁怪我们
谁怪我们没本事的？孩子，你就忍一忍啊，过个1年半载的，你们不就有房了吗？你也得替我想想啊，这1年多我怎么过呀？再说了，方平的名字不行，可以用我的名字吗？可你不还没过门呢吗？终于说出心里话了，说到底还是没拿我当一家人。哎，来了！哟，赵科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看你的表情，好像不欢迎我们呀。没有，来，里边请，里边。谢谢。好嘞。您好，来，您坐。不用了，谢谢。老方，哎，没打扰到你们吧？没有。我们这不是正商量着准备给那个死者家属凑钱，商量凑钱呢，还是在商量用谁顶替啊？顶替什么呀？您这话我怎么有点不懂啊？方保忠，我们现在正式传唤你，你涉嫌交通肇事。这是传唤证，跟我们回事故科吧。赵警官，我有点事儿，咱们外边说。行，走。警官同志，我跟您说啊，这个事儿，我自首，是我撞的人，我把儿子给害了。方保忠，说一说事故发生的全部过程。当时是客户急着要货，我那小儿子呢，就是在装修那个新房，大儿子呢也跟着忙活，他们抽不开身。我一看呢，天色这么晚了，路上的车也不多，我就自己开车出去。结果呢，出事了。方平为什么替你顶啊？当时出事的时候，我给我大儿子打了一个电话，我大儿子呢，怕我小儿子着急，就想带我顶罪。赵科长，你看，我这个大儿子跟他儿媳妇儿，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我有罪。赵科长，求求你放了我大儿子方平。方保忠，问你2个具体问题：你从哪儿拉货？准备送到哪儿？当时是从中货场装的货，送到中天路宜兰超市。从仓库几点出来的？时间记不清。从仓库到事故发生，中间你停过车吗？没停。那车你经常开吗？不经常开，可是我会开。哎，师傅，来，可真什么呀？那方保忠中招了。什么叫多年的经验？这就是不过以我的经验啊，这事儿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对劲。这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呀？你看啊，这方保忠都招了，他方平还死扛什么呀？这案子基本上就算结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把话撂在这儿，这事儿还没算完，不信你等着。赵哥，喂，赵科。啊，行，我知道了。好嘞，拜。师傅，赵科让把方保忠带到停车场去，让他去试下车。我说什么来着？
走着。老伴儿，你别去了，不行啊！你这身体不好啊！哎呀，你干嘛？你完没完了？我为你好，你着急上火的。我知道。你听我说，你别啰嗦了，你人你，怎么了？也没见你那么大火气啊！你这事也没了了。你看你真是，哎呀，你站这给我等着啊！你别过去，省得一会儿你跟他们一块劝我。不是，老伴儿，优美，老伴儿。阿姨啊，您来了。来了。我们陈教授都做通您思想工作了吧？做通了。做通了就好，因为您这事儿，我们宋河专门去省法制处询问过相关的解释，我们的认定没有错。陈教授都告诉您了吧？我告诉你吧，那陈志东啊，就是被你们收买的。我不上当，我呀给解雇了。把他解雇了？哎，我说你们真是煞费苦心啊，还派了个卧底的啊！愣说你们的冤假错案没错，鬼才信呢！我跟你说啊，我上次找你可没找到啊，我这次啊特地来告诉你，我要告你们上法庭。哎，那陈教授呢？不知道。哼。王优梅怎么又来了？你看看，这回闹得现在更凶了。他又想玩什么花样啊？他把陈教授给炒了。哎，他不吵着找律师吗？干嘛要炒人家啊？先不说这个了，我先去找陈教授，回头再说啊。陈教授，啊，大哥，进来。您这是？我办了几十年案子，竟然被当事人炒了鱿鱼，哼！这真是洛阳亲友如相问，就说我被炒鱿鱼啊！来，您请坐。来，好。慢点啊！开车。我开。你不是说你开的车吗？你开一我看看。36招煞列锤，嘿，双锤无开，架在流星掌月，又无光开轮，让他还是乐的，门开。来。行了，下去吧。下来吧。老方，你说你连车都不会开，这肇事车辆能是你开的？到底谁开的？说吧。金堂同志，我跟您商量个事儿，你就当我开的好吗？把人撞了，那个我们伏法，我们家赔人钱，你把我判了不就完了吗？不是，什么叫把你判了就完了呀？你说的简单，你以为这是自由市场呢？讨价还价的，说到底谁开的？这方保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事实都摆在眼前，他还一口咬定是他自己开的。其实这也很正常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有2个儿子，一个要结婚了，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另一个却一无是处的，换成你，你会让谁顶？方保忠每次让咱们给方平带话，都提到了房子，这说明方亮驾车逃逸，方保忠让方平过来顶罪，条件是给他买套房，
这就是事实的真相。现在咱们要做的2件事儿，导演，黄家，开那个传唤证，咱们把方亮请过来。现在方宝忠被抓，那蓝小倩的心理防线肯定就崩溃了。季婵，一会儿去监控室叫上米粒儿，你们去找一下那蓝小倩，就直接告诉她，方宝忠和方平是替方亮顶罪的，他再这么扛着，对他没有任何好处。那天晚上，方平和我在一起吃饭，快吃完了，他手机响了，是他爸打来的，说方亮出车祸把人给撞死了，让方平给方亮顶替。凭什么呀？他们2个不都是他亲生儿子吗？方亮是他们家的经济支柱，这2年买卖刚做起来，全靠方亮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拦着他呢？我想拦可没拦住啊！方平平时什么都听我的，唯独跟他弟弟有关的，肯定是以方亮为主。从小就这样。那也不能拿蹲监狱开玩笑啊！他爸说要给我们买一套结婚用的房子，他爸给我们交首付，方亮给我们还房贷，我们就不用出钱了。要是方亮进去了，这房子就没了。他去事故现场是怎么去的？他打车走的。赵科长，我都交代了，你们是不是就不为难我爸和我弟弟了？就让我替他不行吗？你替他？你觉得你这么做值吗？没什么值不值的。方平，你以为这是吃的、喝的和什么玩的呀？啊，谁想替就能替，这是坐牢，坐牢你也能替呀。在这个世上，除了我爸我妈，就只剩下我这哥俩了。我又是老大，不管有什么事儿，我也得替弟弟想着。方平，你想没想过，你在替别人坐牢的时候，你弟弟方亮正在度蜜月。真的，我弟弟能跟心爱的人结婚，我打心眼里替他高兴。我们知道你爱你弟弟，为了你弟弟什么事儿都可以去做，但是你想没想过，这样反倒害了你弟弟啊！我们现在有确凿的证据，证明是方亮开车肇事，后由方宝忠出面，以买房子为代价让方平出面顶罪。2个孩子，一个在里面受苦，一个在外面说是要去度蜜月了。你觉得他心里能舒服吗？这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这是他们2个商量好了的。你们这么做不是在帮他，你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。你最好去劝劝他，不管他是在外面度蜜月也好，还是躲了起来也好，他现在是肇事逃逸，法律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。阿姨，你要配合我们工作呀！你想想，你不能让在里面的人再受到委屈了。我们知道你不好受。你们以为我好过吗？这些日子我没有一天睡踏实，闭上眼就看到方平那委屈的脸，我这心里头不好受。妈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对不起我爸，对不起我哥，是我毁了咱家。娘子，都怨我和你爸自觉的很精明，总是说在咱家遇到事的时候要拥有统筹，要有分工，这是糊涂啊，就是我们糊涂。过分的关心，这不是爱，这是害呀！妈，我哥替我做监狱，他弄不好再把媳妇儿弄没了，我对得起谁啊？你这么做只会害了他，
都是你的孩子。你们让张平去顶替，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？我要是你的儿子，你不能包庇一个放弃一个。这就是生活。可能我跟你们说这些你们不懂。如果下一次再遇到事儿，他还会毫不犹豫地替他弟弟顶。张警官，我求你，你让我哥出来吧。我哥找个媳妇不容易，一直因为没房子，浑身拖着没劲。我怕我嫂子不等他。小爷啊，我得给你做个笔录啊。姓名？我问你姓名。意思吗？咱们这一个锅里吃了他妈10几年饭了，你不知道我叫什么呀？你别打岔好不好？我现在代表纪委，正面回答我，姓名。尹志强，事故科主任科员。那天出现场，你带执法记录仪了吗？带了。开了吗？开了。上传了吗？上传了。您上传到哪儿了？就咱们这个设备室那机器。上传了怎么没有啊？那没有，你应该问机器，你问我干嘛呀？你这什么态度啊？老尹啊，你冷静点。我们不是跟你较真儿。我可是代表支队的，对于信访，我们起码有一个严肃的态度吧。人家既然提出来了，我们总要认真对待吧。我怎么不认真对待了？我上传了，现在机器里找不到，那我有什么办法呀？拿不出来就得处理你，你怎么不明白呢？那你要这么说，你就处理我，好吧？还有。那天你给谁打的电话？你必须说清楚。这我已经跟赵科说清楚了。现在得跟我们说清楚啊！不太好说。不好说，那就证明王优美的怀疑是对的。要不就是之前你个人有一些隐私。如果你实在不好意思跟我们说，你可以去找周支队。那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呢跟赵科说清楚了，让他跟你们汇报，好吧？好吧，我给你3天时间写出书面的东西来。记住了啊，有人说情不怕，而且这个案子呢，我们已经核实过。在定责上呢，咱们没有问题。有错就认，认了就改，改了就是好同志嘛。而且我们也要正确的回答王优美。这按你们这么说的话，那还调查什么呀？那你们不是认定好了吗？你那意思就是那田明已经托人找我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才袒护他。你心里没鬼，你心虚什么呀？看你是心虚了，说出来了你也就不心虚了啊？我怎么有鬼了？你们这是不是调查？我问你，让不让我说话？你要让我说话，就是刚才这些话。你们要认定好了，你们说什么是什么，你们就来，我签字。又把这个案子。老尹，师傅。哎，老尹。哥，哎，
没别人。一共是50元。朋友们，我已经给你解释半天了，按照先往流程，这算一个阶段。这是我们的答复意见书，你看看，要是没有什么意见的话，就签收吧。你什么意思？阶段性的？对，我们这个答复意见书啊是规定的法律程序，无论你同意与否，你拿着它可以重新到其他的部门去信访。合着我半天的努力都白费了啊！你们就是官官相护，欺负我们老百姓。王优梅，事故的责任认定和法条的解释，无论是我们支队还是总队的法制处，已经给你解释清清楚楚了。你别信口开河，这可不是官官相护啊，这完全是对法条的解释和认知问题。哎呀，你别给我说什么法条，我说不过你们。你们就说说那天谢颖的接的那个电话，你们给我解释清楚啊！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那么电话单子我也给你看，那不是田明的电话，是个外地的号码，离这儿有1、2千公里呢。机主姓尹不姓田，是个外地的农民朋友。他不可能绕着弯的找吗？啊，他让他打个电话，那不是一回事吗？你们当我傻呀？那不是一回事。这个姓尹的跟尹志强是朋友，他们电话里说的是私事，我们没有证据，也不好瞎猜疑，是不是？反正我不签，这个结果我不同意。我跟你说，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，这都没关系，但你一定要把它签下来，这样你才能够继续。我不签，我就是不签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结果我不认定。我签了，就等于认可你们了。我就是不签，我要告你们。走。我靠，真刺激！这谁这么倒霉啊？顶一个哥们儿，你做了我一直想做却不敢做的事儿。哎呦，太牛了！哇，太帅了！你们知道这游戏叫什么名吗？哎，不知道，等一下我搜一下。哎，没办法，没有啊，只能等第2关了。哎，赵克，我给你看段视频啊。什么慌慌张张的，上班呢，看什么视频呢？我知道这是上班时间，可这是正事。我说你们这帮人呢，没事就看什么视？这是昨天晚上上传的，网上都已经传爆了，点击率特别高。这撞了人还给贴在网上，有这么推销游戏的吗？米亮，这是在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倒是不知道，反正不是在我们这儿。这是新贴上去的视频。哎，这个不是河边弯道撞人的那个画面吗？这个跟昨天的不一样，这个是从相反的角度上去拍的。
给我感觉，这个地方应该离咱们不远。有什么根据？女人的直觉。女人的直觉，你是不是还要说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啊？行，好了，我觉得呀，不管是不是咱们这个地儿，只要是1/1000的可能性，咱们都得查。哎，对了，这周支队叫咱们过去的。进来。周支队，你找我们？这段视频你们都看了吧？看了。都挂在城市之窗了，点击率上万次。作为交警，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啊！这帮小子太猖狂了，光天化日之下就为所欲为，根本就不把咱们交警放在眼里。我觉得应该严肃处理。必须尽快排查，马上查出准确的位置。这件事情我们一直在办呢，只是那上面没有什么具体的特征，也不好确认是在什么位置。赵一阳，你是从事故科基层干起来的，照相取景那是你的基本功，难道查这段视频从哪儿拍的，还有人教你啊？是，我们会连夜排查的。这个视频从拍摄的角度还有手法上来看，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。就这两段视频呢，在网上的浏览度已经超过10000次。周支队交代我们，不管这件事情是不是发生在咱们的管界，都必须要查。这太嚣张了，这明摆着跟他们叫板这事儿。这明显是摆拍的嘛，人为设计的。所以说这个地儿咱们得好好找找。找？我们不知道找，可眼前一点线索都没有，怎么找啊？这已经超出了一般的交通事故范畴，上升到事件的级别来对待。到底是什么人，在哪儿拍的，这是我们要查的重点。黄家，你再把这个视频放一遍。哎呦喂，这可怎么查呀？这树，这路，这全是到处都是，而且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参照物啊，这上哪儿去查呀？这个。停！你们看这个树，这样的路，这样的树都是新修的。那咱们全市，如果我没有想错的话，只有一条平水河大堤路。哎，对呀，有点像，这是是吧？嗯。大家再往前放一点。这里停，往前倒一点，再往前倒一点。这个是什么？好像是个靠垫吧？这个。这样吧，分成2个组，拿着这个截图分头去查。米粒，你根据这辆红色的车的这个外形特征进行全市排查，看看这辆车有没有在本市的行踪。我怎么觉得这个地儿这么眼熟啊？就是这儿。康家，你们过来一趟来。
赵克，有什么线索吗？我觉得就是这儿。没错，就是这儿。大伙分头看看来。师姐，找着什么有价值的呢？路面这么干净，什么都没有。这条路过往的车不多，应该能找到有价值的证物。不管怎么说，现在我们已经找到案发的第一现场，接下来就从车入手，尽快破案。赵哥，我调了所有通往河堤路的监控录像，其中符合红色酷派的一共是8辆，后窗上有东西的是2辆。把这个放大。好。再放大一点。把那个视频的后备录像拿出来对比一下。就是他。没有车牌？有车牌，我在前面的监控录像里面找到过。有车牌还不放出来？哦。这个世上最难开的锁，在你父母的心里，想个办法打开它。从死者的头发中提取到的输液鉴定报告显示，死者头发中含有2种不同的土壤。你看人家是警察，人家是警察，赵一阳可气死了这小子！你看人家警察，处处为人民着想，这才真正是为人民服务呢。至少在对胰岛素的认识。啊，这可是个电视剧，现实不一样。看我来，不是为了。艺术来源于生活，这肯定生活当中就有，才写成电视剧的。你只知道胰岛电视剧的艺术你也懂。会迅速的。我倒是想演，可是太老，没机会了。但是啊，妈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嗯，哎呦，快坐着歇会儿吧。好，来，坐着歇会儿。哎，你妈坐啊。挺好看的哈。哟。我妈今天心情这么好，一定是没去交通队吧？这你妈又让人给弄了一肚子气回来的。别说了，妈，赶快做饭去。你呀，就是不听我的话，让你不要去，你非得自己跟自己生气。我跟你说，你还是陪我看这个，你看看这个，再看看赵阳那小子办了什么事儿。妈，你自己看电视吧，我回房了啊。车主登记的地方就是这儿。这个大厦的地下2层是停车场，我看咱们先去那个保安室看一下停车场的监控录像吧。停一下，把这个镜头放大。麻烦一下，帮我考一下。好的。
这个的确是我们公司的车，出大事了。这辆车平时都是谁开啊？啊，这是那个谁啊？那个小李开这个车。能帮我们联系一下他吗？我们找他有事儿。好。没开机。他平时不上班吗？小常，那个什么，新来那个小李在不在？哦，他好几天都不见他了。啊，你去忙吧。这小子不会偷着开着我车跑了吧？哎，警察同志，这个什么情况？严重吗？这辆车在河堤路飙车撞人了，而且把撞人的视频发到了网上。有这事儿啊？这个怎么能够证明？我们既然找到你了，自然就是有证据。我要看一下你们员工登记表。啊，好。哇，小李还没有纳入我们这个员工的登记花名册里边，他是一个朋友介绍来的，刚来不久。刚来不久就敢把这么好的车给他开啊？这是总部安排的我。范经理啊，我想你应该清楚我们警察办案的手段。如果你伪造证据包庇罪人，这是要负刑事责任的。你好好想想，这样的后果你承担得起吗？这个真是模糊，我看不清啊。看不出来啊？那我只能请你去我们支队看了。相信在那儿，你一定会看出来的。记着，给他开闯关通知书。哎，别！这事我实话实说。他是我侄子撞的人，范超。这事咱们商量。我怎么跟我大哥交代？范超这孩子，事到如今我也没办法了。你说这是？范超现在在哪？我打他电话，他也不听，给我发了一个短信，说他开车撞了人，其他的什么也没说。前天晚上，小李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范超呢偷偷的把这个车开跑了，我没在意。我哪知道这个事儿弄得这么大呀！哎呀，你看我这臭记性，我差点忘了件事儿。是王优美的意见答复书吧？一会儿咱们俩去吴主任指一下，我陪你去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女人的直觉呗。哎，你说这次他能要吗？这不能不要啊！如果他想继续信访，就必须得有这个，否则谁接待他呀？这是保证他继续信访的权利，所以我想给他送过去。你是想送过去呢，还是想看点什么呢？什么看点什么呀？邻家大小姐啊，有事没事跟人家谈谈心，是吧？你说什么呢？我现在看见那个林家瑞我就发怵，我躲他我还来不及呢。就怕你心口不一呀。嗨，有完没完呢？行了，该拿东西去了，走了。
妈，谁啊？那你开门呢？那人都来了，你不开门？你不去，我去。谁啊？阿姨啊，我是赵一阳。你们来干什么呀？我们是给您来送那个答复意见书的。进来吧，坐吧。阿姨，那个，先喝口水吧。谢谢。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还麻烦你们亲自跑这么一趟。这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儿。阿姨啊，我知道你对我们这个答复意见书有想法，可是呢，如果你们还想继续信访的话，就必须得有这个，并且你还要在上面签字。赵科长，我们还不太明白你的意思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妈妈还继续要信访的话，是不是一定要在这意见书上签字啊？是，这是我们国家法律规定的。如果你们还想去其他的部门进行信访的话，就必须要有这个。如果没有这个，任何部门都不会受理你们的信访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样的结果我不接受，我不签，我还要信访。去。这就范超。这明明就是个孩子啊！范超，17岁，本市人，无任何犯罪记录。他的户口登记的地方是在光照路4巷26号。他是范美国的侄子，1未成年，2没驾照。这孩子现在还开着车呢，不能让在路上瞎转悠，这太危险了，得马上找到他。我们在监控录像上啊，找到这个车的几个踪迹。前天晚上2点15分是在清凉寺路口，3点50是在白玉街东口，这些地方就是网吧一条街。昨天晚上呢，他又在21点09分在车站路附近由南向北。超哥，快走！警察来了，警察来了！好了，我知道，你走吧。好的。喂，冰冰，是我。警察来了，是不是来抓我的？要我看，咱闹市漂移这关先别玩了，我是真有点害怕。